想买却又怕受伤害，好事多东西价大包，无好食是要安怎？无要紧，芊芊我先来帮你试看卖。嘿，我芊芊啊，爱记起赞购、起订阅，先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大家好，我是美食水芊芊，没有错，又来到了想买却又怕受伤害的时候了。今天这一集呢，开箱的好事多真的是超级的新品，然后有2样我本人已经先买来吃过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种，其实我真的是要拍开箱。虽然说我吃过了，然后已经买了第3次了，但绝对不是因为我私心非常喜欢，所以就硬要给它买来开箱，好不好？然后这次呢，开箱的种类。我觉得这次比较有趣，因为以往都是熟食区的比较少嘛。这次的开箱呢，熟食区的1、2、3、4有4样，港式的，然后韩国的，然后这是意式的，然后这是什么？在台湾呢，芋头海鲜炊粉汤，究竟味道是怎么样呢？我们就一起来开箱吧。我最喜欢拍这个了，心情真好。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知道一个开胃菜的概念，生火腿意面沙拉，售价是299块，有那种很酸的那种醋味。我们来吃看它味道怎么样。但它卖相看起来是真的就是比较还好，我觉得红色的东西可能少，有点少。我其实蛮喜欢它的酱料的，因为酸酸的。然后又有点油香味，整个吃起来的味道我觉得很清爽，但我没有很喜欢它的螺旋面的口感，咬起来有点要 Q 不 Q 的感觉，所以它咬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好像一层膜的那种感觉，我没有很喜欢。火腿我觉得吃起来味道就是正常还 OK， 我其实看网上有人评价说觉得它蛮咸的，可是我觉得不会咸的，就是我觉得是正常生火腿的味道，菜要再多一点，番茄也可以再多一点。吃完了，整体而言，我个人比较还好。它味道我觉得香度不够，然后菜的丰富度不够，然后我自己觉得番茄好吃，但番茄量也有点少。不过我蛮喜欢它酱料的调味，整体而言就是偏清爽。如果大家如果要买沙拉，我是蛮推荐熟食区的沙拉啦。下一样，接下来这个我个人是蛮期待的，它是泡菜牛肉三明治。然后里面有1、2、3、4、5、6份，378块。哇，怎么会有榴莲味？等一下，有榴莲味，不是？哎，你闻。哦，这里有。有啊，你闻。我们冰箱有榴莲吗？没有吗？没有。哎，猫山王，见鬼了！而且我觉得它有点神奇，我以为它开了就可以吃，但没有。它这个呢，要用烤箱180度烘烤至气死融化，甚至不告诉你烘几分钟，真是过分。我们先送去加热。好了，泡菜牛肉三明治，一个是68块，我这2个呢是用气炸锅，这个是用烤箱的，看起来是蛮漂亮的。它是用推荐用烤箱的，但不知道是我气炸锅可能时间调的比较怎样，它看起来就特别黑。我先吃气炸锅的好了。叮，好了，我觉得蛮好吃的，因为用气炸的啊。我现在没吃烤的，可是用气炸，它外皮会有点脆脆的，然后里面的泡菜它其实不是那种口味很重的泡菜，就是有一点泡菜的那种清爽的感觉，可是那个辣跟酸感其实都没有到很重，可是我觉得这样搭起来反而刚刚好，很好吃哎，而且它的cheese的味道香气也很够，然后外面这个面包，哇哟，咬起来也是胖公公。它这饼皮真的蛮香的，它有点像那种 Subway 会出现的。我刚刚觉得它的泡菜还 OK， 我现在觉得有点小可惜。它如果泡菜是用那种口味重一点、辣一点、酸一点，哇，这个就完美了。我们来试试看烤箱的。但老实说，烤箱的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它刚好选到的这一片量比较多嘛，它整个就是有一种所有的食材都溢出来的感觉。好糟糕，我现在难以抉择。我觉得气炸锅烤出来的啊，它外皮更酥脆，然后那个香气会很炸开。可是其实用烤箱烤出来，它里面的保水度比较够，然后外皮呢酥脆感会比气炸锅低蛮多的，可是也是好吃。我就看大家喜欢哪一种口感，我觉得都可以试试看。
气炸锅。但为什么它闻起来会有榴莲味？我到现在百思不得其解。吃完了泡菜牛肉三明治，整体而言，我觉得可以尝鲜试试看。我个人是不会回购的，就是我觉得它味道还不错，但是它对于我要回购的那个经验程度，我觉得就是没有到那么高。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买它，因为它就是吃了之后，我觉得一个68块，我觉得算是还 OK 啦。整体吃起来，我觉得没办法，我觉得很适合聚餐的时候，你知道，懒得去做一些有的没有的食物什么之类的，这整个拿去烤一烤之后，家人拿出来就说，这我做的，有没有？大家懂我意思哈？下一样。接下来呢，这个是胡椒猪肚鸡肉锅，又有猪又有鸡，非常的丰富。然后它的售价是536块，这个呢，其实我之前买过，它也是新品。然后它有点神奇，但是它打开它的调料很多，它有白菜，然后这马铃薯，它还有午餐肉。我跟大家讲一个蛮好笑的事情，是我第一次买它的时候呢，它的上面写说它有年糕。我那种买，我拿到的时候打开就说怎么没有年糕？这个里面的那个内容物都乱写，结果搞了半天，这次买有年糕，所以它其实原本就是应该有年糕的。加热够。As few moments later， 我的料很多。噔噔噔噔噔噔，好，上桌了。其实我一直觉得里面放午餐肉很神奇，可是我在想说可能是增加它的咸度吧。但有3片肉飘在那，总觉得哪里怪怪的。通常我买这个锅的时候，我都会丢超多的大白菜，所以我今天这一次煮的时候，就是按照它原本里面的料这样直接煮起来，突然觉得有点傻逼兮。还是好吃。我觉得它的好吃的一个点是它的胡椒味够之外，因为它里面有放动物的那种脂肪的那种香气，就会变得很浓郁，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有那种胡椒就微微呛辣的感觉，之后后面就有一个油香、油脂香给它包住，我就觉得很棒。因为我其实非常的喜欢香港港式的那种胡椒猪肚，哇！我又想起来那次去的时候天气很冷，吃他们的那个包锅很好吃。它的鸡肉，好吃。你不要看它的锅看起来啊，清清幽幽的感觉，它味道其实很重。然后我自己蛮喜欢它的这个香气的，因为很多胡椒猪肚的胡椒味就不够，这个就是很够。因为它的猪肚啊口感很好，不会很像球粒，然后也不会有奇怪的味道。这锅真的蛮好吃的。是不是？哇，我跟你讲，马铃薯那个香气，马铃薯本身那种刷刷的感觉，吸满那个胡椒煮的，又有油脂香，又有点辣感，哇！再加上马铃薯一点点甜味。你看得出来吗？它是上面会有一层膜，就那个油脂的膜，香啊！我等一下再慢慢吃，这感觉会吃非常的久。但是我个人开箱这个胡椒猪肚锅，我个人是蛮推荐的，而且对我来说是尝鲜可以回购，也绝对是逮旧补。但是呢，要推荐大家，如果要买的话，自己自备一些大白菜。我跟你讲，丢下去真的是超级好吃。这个1人份，赞，下一样。接下来这个呢是芋头海鲜炊粉汤，506块，它有透抽，然后虾仁、蛤蜊、芹菜。里面的料大概是这样，500多块，好，没关系，我们煮煮看，搞不好它很好吃，好吧？我们先不要下任何定论，我们试试看。煮芋头来了，虾子，哇，芋头炊粉，芋头炊粉好了。闻起来超级香而且煮起来其实我觉得，虽然说它500多块，可是我室友刚好特别跟我讲一下，它的料其实算比较偏有价值的，因为像透抽跟虾子比较好料一点点的感觉。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味道究竟是怎么样。汤真的味道还不错，很鲜，然后芹菜味的味道也都有出来，而且也是有一股油香啊油香。我觉得全人的芋头炊粉汤也很好喝，然后它是主要是油葱感比较重、比较香的那一种。好事多的这一款的，我觉得是比较偏海鲜味比较浓一点的，可是我觉得都蛮好吃的。我这一定要撒一点白胡椒，但我现在这里没有白胡椒。我觉得芋头品质还不错，吃起来是松松有点带黏度的，我蛮喜欢的。你在煮那种锅物里面有芋头的时候，你就是最后再丢它，芋头就会保持它的完整性。可是其实我喜欢整个化掉。我就是个邪教，怎么样？它虾子蛮贴心的，它要把你的那个虾线都一起去掉了。
它芹菜品质蛮好的呢，怎么没有人理我？你们怎么这样？我说是芹菜很好吃，大家在旁边这样啊，我只有在那边。这怎么没有人理我？有这种事哦。它是鱼丸，不是贡丸，那个鲜味很够，然后咬起来口感是软 Q 的，我还蛮喜欢的。好，吃完了，就等一下慢慢吃。我觉得它料其实用的算还不错，因为其实像芹菜很容易踩雷的这种口感啊，它都是偏嫩。然后像贡丸啊、蛤蟆这种套 Q， 我觉得味道跟口感也都还不错。整体而言，我觉得尝鲜可以，回购要看心情、薪水的心，因为它毕竟真的偏贵。可是我觉得它鲜味很够，然后芋头也好吃，就整体而言就是真的是没白。下一款，我们要进到我们的甜点区了，第二度。接下来这个呢是雀巢美露的牛奶流心雪糕，它一盒呢299块，然后里面呢有12支，它每支的热量是109大卡，还有嘛，还有，然后打开就会长这样子一支。我每次去泰国呢，我一定会去他们的超商买这个美露的冰棒，我觉得超级好吃。你看这个巧克力酱这样围一圈，有没有？吃起来很开心。再给你一个，真好吃。它上面写说是牛奶，但是它吃起来其实像炼乳。我跟大家说，大家有兴趣可以买一下，因为这个是我买的第3盒了，等于我已经吃到2盒了，2盒里面有24支，我室友只吃到2支。然后我刚刚开箱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它里面不是很多支嘛，他就说原来里面那么多支，没有，都被我吃光。这一天就可以把它吃光光了，而且它是冰棒，咬下去啊，它不会有那种因为像冰沙那种感觉，结冰冰的刚刚好。你试试看那个流心，它中间说它是牛奶，我很像在卖冰的，要不要吃吃看？抱歉，我先帮你吃，你们就拿不到。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没有注意我就会把这整盒全部吃掉，12支没有什么，那很快就我们那小一支很快就吃完了。我想到有人说台湾人很奇怪，称呼甜点的优点是不会很甜，然后它其实也是偏甜啊，但是没有很甜，就是很香，有那种美露的香味。然后你喝饮料的美露，你就会觉得那浓度不够，这个超浓。它这个外面脆脆的，就它连那个巧克力酱你是吃得到它的。有一些地方现在很流行在玻璃杯的杯子外面淋下一圈巧克力，就那个巧克力整个掉在杯子上面，你知道你要怎么吃吗？你们那么吐因为我上次去纽约天气很冷，手在外面拿着它已经够痛苦了，可是你又舍不得丢，因为你很想把外面那圈吃，因为加那一圈也是要加钱难过，大家尝鲜可，回购可，这也可以给大人小孩都适合，好不好？赞，下一样。吃完冰之后，当然就是要来点奶油松饼喽。接下来就是冷冻法式奶油松饼，加热的方式有微波炉、烤箱、烤面包机跟煎锅啊，真的是很棒。突然想到我那时候去多伦多的时候啊，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吃那个冷冻松饼，因为多伦多东西真的太贵了，所以就每天早上都吃那个，我觉得很划算。真的哇，好赤裸的样子哦。对啊，它很像就是好了，拿盘子来装，好封箱，好送。好，我们现在先送去加热。我们的松饼就好了。它刚刚的图片不是这样堆高高，我们也跟着堆高高，拿出那个奶油就给它放下去，感受一下。怎么会？都是蜂蜜的味道，可是它口感很好，很湿润，有一点点黏牙，就是那种很纯粹的那种面粉的那种感觉。早餐烤个2片，然后加一些水果，加一些优格，然后合在一起吃，或者是你煎个蛋，然后这样整个夹在一起，那有个肉排，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它呢，虽然它是甜的，但是它的甜感其实不会到很重，然后口感就是有点 QQ 软又很湿润，这感觉还可以再放个冰淇淋。刚刚那个梅露有没有挣脱给它放下去？哇，应该很赞哦。我自己觉得这应该用煎的比较好吃，因为我们是用烤箱嘛，就边边其实稍微有点小脆感，所以如果用煎的那个脆感应该会更明显。最后一个，吃完了这个松饼，我觉得尝鲜可以，我会回购我的品项
因为我喜欢它的口感是有点带 QQ 的。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日式的铜锣烧，日式的铜锣烧它其实饼皮是那种 Q 的，它其实不是像蛋糕那种形式，所以它其实有点 Q 软的。如果你没有加蜂蜜，然后也没有加其他东西，咬起来它其实有纯粹它自己的那种面粉香。我自己还蛮喜欢那种很纯粹的口感，就像我很喜欢吃那种黑糖糕那种大饼那种形式，就是那种咬一咬之后它会自带香味的，所以我还蛮喜欢的。今天我们想买却怕受伤害的开箱全部开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想要吃哪一个，或是想要买哪一个品项呢？或者是你最近有吃到什么好吃的？我今天没有开到。我今天其实开的除了第一样比较没有中我个人口味之外，其实其他的我都觉得还不错。只是它的价格，因为像芋头炊粉，我觉得它味道还不错，定价稍微有点偏高。我在猜可能是跟它用料的关系，所以它对我来说就是可尝鲜但不一定回购的品项。如果一定要我只能选一个的话，不可能。自己讲讲，我觉得胡椒猪肚跟那个美露冰，我觉得大家可以买买看。不知道大家今天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如果有在其他的好事多新品推荐或是旧品你很常一直回购的，拜托也留言跟我分享，因为其实我还蛮想要拍一支是大家去好事多一定会买或是重复回购非常多次的品项是什么。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非常感谢大家看我的影片。想买却又怕受伤害，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我也喜欢拍这个，大家拜拜。你们是不是以为拍好事多剩下的食物会很多？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们拍完就没了，在等这个加热的同时就会吃。刚刚泡菜牛肉里面不是有6个吗？我刚不是吃3个吗？另外边加热我就边把它吃完了。